当初说好的，第一个孩子随我姓，第二个随你姓。老顾，琳琳考上大学了。别给我提她，琳琳，她姓蒋。爸妈当初说好，第一个孩子随父姓，第二个孩子随母姓，还约定不管姓什么都一碗水端平。可我真的随妈妈姓后，爸爸就变脸了，他将所有的精力和金钱都花在了哥哥的身上。佳明，去大学多交朋友，钱不够跟爸说，爸只供你一个，绝对让你体体面面的。你跟我姓顾，我所有的精力和钱都是你的。爸，我也是你女儿。少来沾我的光。琳琳，别理你爸，妈是个好妈妈，可不能像你爸那样偏心。虽然妈只有2500工资，但妈一定对你和你哥一碗水端平。妈，录取通知书上说学费要6000。楠楠啊，妈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，给你6000交学费，就得给你哥哥6000。为什么要给他6000？他有我爸管着，他根本不缺钱。那是你爸的事儿，在我这儿必须公平，给不出他那份儿，我也不能单独给你。那我上学怎么办？要不你搞个助学贷款？你有钱给哥哥买1000块的鞋子，然后让我贷款上学。你这孩子怎么不体谅妈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大学4年要贷多少钱？那是8万，付了学费，剩下的钱你有考虑过我在大学够不够花吗？妈算过了，助学贷款1年2万，扣掉学费，你省着点花，1个月还有1000呢。1年2万，4年8万，加上利息，我一毕业就背一身债。你省着点花，每个月剩1000来块是够的。够？你要我大学4年不买衣服、不社交、不去任何地方，就为了守着你所谓的公平？难道你想让我像你爸爸一样，一碗水端不平？学费只要6000，你能拿1/6的钱给哥哥买鞋，却没钱给我，因为给不出哥哥6000，你干脆连我的学费也不给了。妈妈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妈，那是6000块，不是6万块。你手里明明有钱，为什么不给我？妈，我求你了，给我学费吧，我不想一毕业就负债。那1000块球鞋是我攒了他2个月生活费一口气给的，我每个月不也给你500了？我那500是1个月的生活费，他那500是额外消费，根本就不一样。都是亲生的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我总不能让你哥觉得我偏心吧？我爸所有的钱都给他了，他根本不缺钱。姓谁的姓归谁管，你为什么不能只管我？你爸那是封建，是不负责任，是不负责任，你居然让我学他！早知道你会这么想，我当初就该让第一个孩子跟我姓。你当我想跟你姓，跟你姓真是倒大霉。你说什么？你去问问你那个宝贝儿子，问问顾佳明，问问他愿不愿意跟你姓蒋，愿不愿意放着我爸的别墅不住，来陪你过这种贷款上学的苦日子。你怎么能这么跟妈妈说话？小时爸爸看我瘦小的样子，对妈妈表示只要改姓顾，也可以像养哥哥一样养我。妈妈却不愿意，外公外婆更是说砸锅卖铁也养我。从此爸爸不再管我，还和我们分桌吃饭。外公说砸锅卖铁，可这18年除了让我干活，我连他1分钱压岁钱都没见过。那是为了保住香火，姓氏比钱重要。大人的苦衷你不懂。我不懂，我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，就为了让你省出钱给顾佳明买鞋，这哪里公平了？为了那个姓，我就活该2周吃1次肉，过年才买1件地摊货。来，大功臣，你过来！小丽，你疯了！爸，抓住他！妈，你不是要公平吗？哥哥就在这儿，你亲自问问他。你工资2500，我爸工资1万多，你让他跟你过苦日子，你看他认不认你这个妈？琳琳，你别说了，妈求你了，我体谅你，我就得当牛做马。哥哥，你姓蒋好不好？你跟妈妈姓，陪妈妈吃苦，去贷款上学。我姓顾，我去过你那种生活，你愿意吗？不，我不愿意，我凭什么改姓？你发什么疯？听见了吗？这就是你的宝贝儿子。不要，蒋琳，你住手！那是你辛苦考上的。
蒋林，你这个疯子，老师和亲戚都看到了，你把全家的脸都丢光了。把照片删了，你这是要毁了这个家。你好，我要报警。警察同志，救命啊！我活不下了，我妈养不起我，还要压榨我。我爸跟我分桌吃饭，不给生活费，他们要逼死我啊！哟，顾家这日子过得够绝的，还分2桌吃饭。小姑娘，你先起来，家庭矛盾咱们坐下来谈。这个是你们家庭矛盾，需要慢慢商量。我们顾家的老脸都让你丢尽了。蒋林，当初让你姓蒋是为了留根，你现在在大庭广众下闹，是想绝了我们蒋家的后吗？哟，琳琳，这读了书就是不一样，都学会大义灭亲了。都到齐了是吧？那正好。我这辈子，我到底造了什么孽？蒋林，你看看你妈被你气成什么样了，这是生你养你的亲妈。就是，这孩子心太狠了，哪有人这么嫌弃自己亲妈的？这帽子扣的可真够大的。这几天我没干一件家务，每天睡到早上10点。你们知道这种日子有多神清气爽吗？这才是人过的日子。你们天天念叨什么蒋家的香火，非要我姓蒋，还说姓了你们养，那是自然。我蒋家的种，我们不疼谁疼？疼？拿什么疼？这些年除了动嘴皮子，我见过你们给过1分钱学费吗？你们这哪是养孩子，这是在喂空气吧？你这个孽障！够了，蒋林，你以为就你委屈吗？这些年，外公外婆逢年过节问候的都是你，妈妈心思也全在你身上。明明他们也是我的亲人，我得到的关心比你少多了。佳明受委屈了。哥，你这么想要这份关心啊？来，既然你觉得委屈，咱俩换换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姓蒋，我姓顾。你说什么？你不是孝顺吗？大学那点生活费你自己兼职去赚，顺便再帮妈把这个家养起来。怎么样？这完美的未来，你接不接？你看，谁想过苦日子啊？装什么圣人呢？你跟我妈过这么多年，家里账算得比生意场还清，吃2桌饭，各花各的钱。这妻子不像妻子，丈夫不像丈夫，你们还纠缠在一起干什么？有本事就分开啊！是你妈非要改了你的姓，这怪不着我。但这不代表你可以心安理得的当个甩手掌柜。就算我不姓顾，我也是你亲生的。我妈这些年白白帮你做家务做饭，你倒好，连个孩子都不帮忙养，你这是找老婆还是找免费保姆？当初只要你改姓我就养，是你妈拒绝的。她住我的房做家务不是应该的吗？我都没收她房租。现在你都19了，我就算给钱，你也不会记我的好。毕竟谁养大的孩子谁心疼，我不指望你。反正我有佳明养老，至于你，维持原状吧。养老？蒋林，你先把瓶子放下，你别紧张，像什么样子？爸，我只是想通了，那咱们就好好维持下去。你想通了就好，以后安分点，别再丢人现眼。琳琳，这都几号了，你怎么还不收拾东西？妈有钱，这1万块你拿着，咱们去上学好不好？妈求你了，好不容易考上的大学呀！妈，你不是工资只有2500，天天跟我哭穷吗？这1万块是你从哪儿变出来的？这是妈一点点省下来的，本来是想给你们留着急用。是攒着给哥哥买球鞋剩下的，还是攒着准备给他的公平费？你嘴上喊着没钱，原来只是没钱给我。钱都给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快去学校报到啊！不去，会计专业我不喜欢。这1万块够干什么的？够4年的学费生活费吗？万一明年你又说没钱了，我是不是还得回来求你？我受够了手心向上的日子。小蒋，动作快点，后面还有30杯。这辈子我再也不要心疼任何人，尤其是那个女人。琳琳，你何苦呢？妈给你钱了啊，琳琳，你怎么就不理解妈妈了？这明明是你爸爸的错。不，是我的错，错在我心疼你，错在当初我爸要我改姓的时候，我居然为了照顾你的情绪拒绝了。要是那时候改回去，我至于在这儿摇奶茶摇到手抖吗？你那个蒋姓有什么好处？
我信了之后哪天过过好日子？可你是我的亲生女儿啊！你给哥哥买1000块的鞋，让我贷款上学的时候，你想过我是你女儿吗？你只会跟我诉苦，因为你知道只有我会心疼你。太好了，出去玩喽！机会来了。佳明，这次去三亚，爸特意请了年假，咱们住那个最贵的酒店，带你去潜水。爸，我还想买个新的单反，在那边拍短视频肯定火。买，过生日嘛，就是要开开心心的。这次去海岛，爸特地请了半个月年假，咱爷俩好好玩个痛快。爸，你别忘了帮我把那个潜水表也装上，这次我要拍个大的发朋友圈。好啊。我回来了。快点吧。爸，我不准备去读大学了。哦，不去就不去吧，随便你。不去大学也挺好，反正就你的脑子，去了也是浪费学费。我找了份工作，在奶茶店打工。奶茶店挺好，随你，那是你妈该操心的事儿。自己挣点零花钱，省得总问家里要。儿子，你看这双鞋装这个箱子行吗？妹啊，别羡慕，这命啊，生下来就定了。谁让我姓顾，而你只能跟着妈姓蒋呢？哈哈哈。行李拿好，机票在我这儿。蒋林，我们在外面这半个月，你在家老实点，奶茶店好好干。姓顾的，姓蒋的，好啊，走得好，正好腾地方。喂，是回收旧家具的吗？顾家路201号，对，全都要，全屋装修、家电、家具，只要能拆走的我全卖。姓顾，真的了不起啊！那个红木的，还有阳台那个全自动跑步机，统统拉走。小姑娘，这都是好东西啊，真舍得卖。不属于我的东西，留着干嘛？快点拆吧。蒋林，家具呢？电视呢？沙发呢？你把家里搬空了？卖了。造孽啊！那是你爸花大价钱定制的，你这是要毁掉全家啊！他既然有钱去旅游，肯定也有钱再买一套。佳明，房卡拿好，一会儿带你去吃海鲜大餐。喂，我们刚到酒店，怎么了？老顾，别旅游了，快回来！蒋林把家里全卖了，家都没了呀！我定制的90寸超大屏电视呢？我那套30万的红木茶桌呢？卖了，全发卖了。我的房间。蒋林，你是不是有病？爸妈对不起你，你卖我的东西干什么？你的东西，在这个家里，哪样东西不是靠我买回来的？我的限量版手环，我的海岛吉他，那是我的收藏，你把它们弄哪儿去了？无可奉告，都是你们逼我的。顾佳明，你以为你很无辜吗？你有爸爸、爷爷、奶奶3个人宠着还不够，你每个月还要找妈妈要生活费。你看不见我穷吗？你看不见我脚上开高的运动鞋吗？你看不出我没钱上大学吗？我那是……你看着我过得不好，你心里有种优越感，对吧？那可是你亲哥哥呀！亲哥哥会在我贷款上学的时候心安理得的去旅游。你既然不让我好过，那大家都别想好过。你那些东西值几10万，你卖了多少钱？钱呢？给我吐出来！别找了，那些收家具的一看我不懂，又是急售，拼命压价，加上我又是低价急售，全屋家具家电一共就给了3万块。3万，
我那张茶台就不止3万，你简直不可理喻。可我要是不卖，我连这3万块都没有。爸，这3万块就当是你给我的学费预付款了，这钱我收下了。这就是我的家，我辛辛苦苦打拼了20年的家。好得很，报警！爸，再不管他，他明天就能背着我们把这房子也给卖了。房子？哥，你当我是法毛吗？房产证上没写我的名，我拿什么卖？琳琳，你放开妈，妈害怕。怕什么？你的财神爷就在这儿坐着。妈，这房子虽然没写你的名，但你是他的合法妻子，你们结婚20多年，这属于婚后共有财产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这房子是我出的钱。妈，你听好了，不管这房子写的是谁的名，哪怕是他顾婷个人的，你也得拿走一半。琳琳，妈，你拿着几10万想给顾佳明买多少鞋就买多少鞋，哪怕你想让他跟你姓蒋，他看在钱的份上说不定都愿意。爸，既然你这么看不上我和我妈，觉得我们是外人，那干脆就分个干净。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分？爸，你别吓我！妈，快来看看爸呀！妈，你这件亲情的外套太湿了，穿着它我冷得刺骨。既然你非要我姓蒋，那我就在这条路上走到黑，谁也别想把我拽回去。妈，你记住了，从今天起没有顾玲，只有蒋玲。琳琳，妈真的想通了，你只要姓了顾，你爸不会不管你，你也不用去兼职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改回姓顾。妈，你为了保住你那个和美家庭的幻想，连我这些年的坚持都要一笔勾销吗？对呀，改了姓，咱们一家4口就能和和美美的过日子了。妈是为了你有钱花呀，只要你低个头，咱们一家4口还能像以前一样，你哥也会让着你的，对不对，佳明？一家4口和和美美。妈，你现在让我改回去，不是在救我，是想告诉全世界，连你也要把我这块烫手山芋重新扔回他手里，对吗？哟，这桌子不错，9块9包邮的吧？那是妈特意挑的，耐用还轻便。是挺轻便。这哪还像个家呀，跟贫民窟似的。明天同学要来找我，我这脸往哪儿搁？嫌丢人就滚出去住，留得做就不错了。哥，脸面这种东西得有底气撑着。你姓顾，你爸有钱，这就是你的脸。可现在，顾家的底气在我兜里，只要你们一直买这种卖不掉的烂货，我也懒得动这个手。你这是什么逻辑？琳琳，钱也拿了，气也出了，你看你爸现在连实木家具都不敢看一眼，就怕你动火，咱们能不能往后好好过？他是不敢看实木家具，还是心疼他的钱袋子？爸，这桌子晃得我心烦，明天换个更便宜的纸箱子支着吧，那玩意儿更省钱。谁也别动我的手机。为什么要逼我？琳琳醒啦，快趁热喝，妈特意熬的稠稠的粥。妈，你那个在街道办录资料的工作，1个月2500，干了10年了吧？是啊，虽然不多，但胜在清闲，妈能天天回来给你和你哥做饭。清闲？你的清闲是用我的未来换来的，因为你清闲，所以当顾婷不给我1分钱的时候，你除了哭，除了让我去贷款，你什么都做不了。你2500拿了这么多年，也该拿够了。妈，你今天就去把这份工作给辞了。辞了妈干什么去？琳琳妈这个年纪找个稳定的不容易，找个工资高的，找个能让你每个月不仅能给顾佳明买1000块球鞋，还能供得起我上大学，能挺起腰杆说我的女儿我能养的工作。琳琳，妈真的没那个本事，2500够咱们娘俩用了，妈再省。你省了18年，省出什么来了？省出我一毕业就要背8万块的债。你清闲是因为我在替你吃苦，就是为了这个姓让我吃苦这么多年。王主任，我想辞职，对，家里出事儿了，干不下去了。早这么干，顾婷也不会看不起你。爸，你也有份，既然你喜欢看戏，明天你也去帮妈留意一下，哪里的销售岗工资高。妈，你看，发疯其实很有用的，你要是早点这么努力赚钱，我也许还会心疼你。琳琳，你真的一点都不心疼妈妈了吗？心疼能换回我的大学吗？心疼能让顾婷分你1毛钱家产吗？
下午我会回来查你的求职进度，要是没有面试通知，这客厅里的塑料凳子我也会一个不留。我如果不疯，我们就真的活不了了。妈，你真要去商场当销售？那地方人来人往的，万一被我同学看到你在那儿点头哈腰卖衣服，我这脸往哪儿搁？那能怎么办？琳琳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要是不去，她真能把这房子拆了。丢人，总比把房子拆了强。老蒋，这也是你惯出来的。现在你自己去填这个窟窿，正好。爸，我回来了，辞职报告批了吗？批了。琳琳，妈找了一份百货商场的活，底薪3500，提成另算。3500比原来高了1000。原来你也知道怎么赚更多的钱，只是以前故意的，对吗？蒋琳，妈都一把年纪了，销售要从早站到晚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？良心？你跟我谈良心？顾佳明，你在这家里过了这些年锦衣玉食的好日子，妈心疼过我一次吗？妈，你不是最爱讲公平吗？从今天起，顾佳明享了多久的福，我就要补回多久。从今天起，你少拿那套亲情来压我。我哥享了多久的福，我就要补回多久。多1分不行，少1分也不行。琳琳，妈回来了。琳琳，妈今天从早上9点站到晚上9点，商场搞大促，一步都没敢歇。主管是个20出头的小姑娘，嫌我动作慢，指着妈的鼻子骂了半天，妈都忍了。琳琳，妈真的老了，这一天下来腰都快断了，你看妈这脚都磨出泡了。你能不能给妈倒杯热水？妈渴得喉咙都冒烟了。琳琳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以前看妈累了都会给妈捶背的。那是以前你清闲的时候，我帮你分担苦，我觉得那是孝顺。现在你辛苦了，就开始卖惨。妈只是想让你心疼心疼啊。心疼？你在商场站12个小时觉得累，我去奶茶店干通宵找东西眼睛都找花了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心疼我？既然你选择了一碗水端平，那就请你在这条路上走到底。你要是真的觉得委屈，去跟顾佳明诉苦啊，去问问他愿不愿意为了你少花那几百块钱。琳琳，妈这1个月拿了5000块提成，真的快累瘫了。卡呢？什么卡？工资卡。你既然说要供我，那就把钱交出来，我帮你管。妈还得留点钱买膏药。5000。以前你拿2500的时候，天天跟我哭穷，说你没本事，说你只能给我凑个生活费。结果现在你随随便便就能赚5000。妈，原来你不是赚不到钱，你只是觉得压榨我这个懂事的女儿更要省力的多，对吗？妈，那是为了这个家。这个家从来就没有我的位置。周1、周2，我要把那19年的寒酸气统统洗掉。蒋琳，你过分了吧？妈在外面点头哈头卖衣服，你在这报复性消费，你完全不顾妈赚钱有多辛苦。你以前那个懂事的样呢？顾佳明，你装什么清高？我是为了这个家好。妈给你买1000块球鞋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她赚钱辛苦？那时候她工资才2500，那1000块可是她半个月的命，你拒绝过吗？那时候你心安理得的穿着她的血汗钱去旅游去潇洒，现在看我拿了工资卡你就急了。你是怕妈没钱给你买新装备了吧？你是怕你那个顾家大少爷的体面维持不下去了吧？你胡说！我那是妈自愿给的。他现在给我花钱也是自愿的。你要是心疼，你把这些年吞进去的钱吐出来啊！顾佳明，你装什么清高？在这个家里，最缺良心的就是你跟顾婷。妈以前自愿把我的未来喂给你，现在她这叫一碗水端平，你懂吗？你打啊，往这儿打，打完了，我正好拿着伤情鉴定去找顾婷的公司，看看她的老脸还要不要。发工资了，商场那边的提成刚发，能不能给妈留500块？妈想去买2贴好点的膏药，这腿站的实在受不了，半夜疼得直钻心。留了500给你吃饭，剩下的
一部分存我卡里，一部分我花了。看什么看？你最近怎么了？简直不可理喻！蒋林，那是爸最喜欢的青花瓷，你别发疯！走开，统统在我的视线消失！我到底怎么了？这姑娘看着挺漂亮，怎么来这儿？看什么看32号，蒋林，到你了。说说吧，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不对劲儿的？只要不见家里人，我很正常；只要看见我爸、我妈、我哥，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。我想通过我的行为引起他们的注意。医生，这正常吗？先把这几份量表做了吧。你的测试得分很高，这种情况可能跟你的成长环境、长期的压抑和家庭冲突有直接关系。初步结论是疑似心理疾病。这样啊，蒋林，原来我真的病了。这个病很复杂，成因通常包括遗传因素、家庭环境压力，还有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。遗传？我家里3代人身体康健，不是遗传。长期处于压抑不公、高压的家庭氛围中，人的精神确实会发生病变。所以，我变得不正常，是因为他们。蒋林，这个病需要长期服药，还要保持情绪稳定。谢谢医生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医生说的对，我以前多乖啊，为了让我妈，我去洗碗，洗到手长冻疮也不敢说。我体谅顾婷在外面打拼不容易，所以即便分桌吃饭我也忍了。看清楚了，琳琳，这是什么病啊？好好看看吧，这就是原因。医生说了，我受不得激，你们最好祈祷我每一天都心情好。妈不知道会这么严重，妈以后一定加倍对你好，你别瞎妈。对我好，拿什么好？我现在心跳很快，头很痛。我给，你别激动。蒋林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不可理喻，顾佳明，我的付出你一点不记得吗？现在我只是想拿回一点，你就受不了了。你也是，别让我说第2遍。琳琳，咱们家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变成这样，不是你最希望看到的吗？安抚费收到了，我现在心情平复了。明天记得早起给我做早饭。我迟早要被他彻底榨干。爸，咱们报警吧。报警有什么用？他有诊断转书。现在该怎么办？琳琳，不是大姑说你朋友圈发的那些像什么话？你爸你妈供你吃供你穿，你现在居然要告他们，还要安抚费。大姑，琳琳她得病了，医生说是心理疾病。哼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稍微有点不顺心就说自己有病，我看就是惯的。什么心理疾病，真是没看出来，我看就是找借口。哟，大姑今天挺闲啊，自家那一地鸡毛理吮了，跑这儿来当判官了。你怎么说话的？你妈生你养你容易吗？那我就容易了，我当宁可没有我，而现在一切都晚了。喂，妈，琳琳呢？让她接电话。老蒋家的香火是为了让她姓蒋，不是让她这样闹的。外婆，蒋家的香火值几个钱？我没钱上学的时候，你那每个月1000块的退休金怎么不分给我1分？你这样以后是要遭报应的。报应？我现在日子过成这样，不就是你们给的报应吗？你看看你养的好女儿，
简直是目无尊长。蒋林，你别以为你有了那个精神诊断书就是护身符，做人没良心，走到哪儿都要被戳脊梁骨的。脊梁骨，我有钱花，有新裙子穿，谁爱戳谁戳。大姑，你在这坐了半天，那塑料凳子要是坐坏了，3块钱你得赔，不送。你好啊你给我等着！琳琳，你何必呢？那是你亲大姑啊，你以后在亲戚面前还怎么做人？做人？妈，你教过我怎么做人吗？你只教过我怎么当那个懂事的牺牲品。既然他们觉得我不像样子，那我就进行到底，至少不用背那8万块的债。拉黑了，世界就安静。心疼妈妈的时候，我得到的只有一句懂事。现在，我得到了5万块，得到了尊严，得到了复读的机会。学历才是唯一的出路。我必须离开这个沼泽。丢人，真是丢死人了。谁再敢让那些乱七八糟的亲戚来烦我，我就把那条横幅挂到爷爷奶奶家门口去。听清楚了吗？反正我本来也不想要这个家了。妈，这菜都馊了，一股味儿。佳明，妈今天在商场站了12个小时，实在没力气折腾了。我明天回校复读，全托住校。复读？你哪来的钱？当然是顾婷的脸面和妈妈的母爱。琳琳，复读多苦啊，要不你还是去上那个会计大专，妈能天天照顾你。是为了让我早点毕业，好让你继续供着顾佳明，对吗？妈，我选我喜欢的专业，拿个像样的学历，是为了我自己。所以你得好好努力。妈已经在努力卖衣服了。不够，你要更努力一点。除去你的开销，剩下的钱每个月15号准时转到卡里。蒋林，你太过分了！你以前那个懂事劲儿呢？懂事？以前我懂事的时候，你在吃肉，我在洗碗。现在我只是拿回我那份，你就急着跳脚了。妈，你看他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听好了，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不可以偷偷补贴顾佳明1分钱。也不可以给他好脸色看，更不允许他进这个家门一步。好，妈知道了，妈一定努力。这样才对，这才是你该做的1碗水端平。之前连早餐都舍不得吃，现在我可以全心全意的去奔向我的前途。如果不这么狠，我们谁也活不了。蒋林，这已经是你这周第2次来了，感觉这里的茶合胃口吗？老师，你是刚毕业不久吧？确实刚参加工作。怎么，我的咨询方式让你觉得不舒服了？没有，只是觉得你这里布置的太安静，太美好了，美得让我觉得有点假。像这种在蜜汪里调出来的温暖，对我这种人来说，其实挺刺鼻的。蒋玲，你上次提到了你复读的原因，我看了你的成绩，你真的很优秀，这种意志力很少见。意志力？老师，你误会了，那不是意志力，那是生存本能。如果不拿这个彻底逃离，我就得回去继续穿那件潮湿的外套。潮湿的外套，脱掉会冷得刺骨，穿着又重得让人窒息。你一直在提到钱和未来，却很少提到你家里的人。家里人？你是说那个只顾着姓氏、口口声声一碗水端平的家吗？我可以理解你当时的愤怒，那是压抑太久后的爆发。理解，没饿过肚子，没穿过开胶的鞋，是理解不了那种恨的。可是蒋玲，你现在已经在复读了，生活也逐渐步入正轨了，不是吗？所以呢，你每周依旧如同从前一样的行为，这种高压的相处模式，对你自己的心理健康也是一种巨大的损耗啊。
你要一辈子这样吗？哪样？你家人已经知道错了，你也该慢慢放下了。知道错了，那是走投无路才认错。蒋琳，人是需要向前看的，人生还长，你总不能一直活在那个夏天里。向前看，向前看。那我之前那些在黑暗里哭的日子算什么？那些被剪碎的理想算什么？那个躲在被子里绝望的过往算什么？你真的要一辈子不原谅吗？我也想脱掉这件湿外套，可已经无法挽回。如果原谅了，我就彻底没有自己了。蒋琳，其实我也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，家人也会犯错，也会唠叨，但家人的牵绊是剪不断的。你看，你妈妈现在也为了你很努力，这难道不是一种无声的爱吗？你觉得闹完这一通，伤口只要抹点红药水就能消失？毕竟，爱和亲情还是在的。这一点，你母亲这么想，我也是这么想。爱，我妈是爱我，可我也曾经掏心掏肺的爱过她，那种为了爱去牺牲一切的感觉，我不敢再想。牺牲？为了减轻她的负担，我早就开始兼职。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，这是在后宫厨端盘子烫伤的。那时候我不敢哭，怕他心疼，更怕他让我别干了，那样他就得多打一份工。你那时候真的很懂事。懂事？为了让他早点过上好日子，我报考志愿时硬生生放弃了我最喜欢的专业，选了最好就业的会计。我把他当成我的命，他把我当成什么？结果呢？我换来了什么？换来了他要我贷款上学。可他也是没办法啊，哼，没办法，我给的是100%的爱，哪怕牺牲我的爱好，我的未来我也心甘情愿，可却换来了所谓的一碗水端平，只肯给我一半的爱的那一半，我付出所有，包括自己的未来，只能得到那一半，而另一个呢？顾佳明什么都不用做，坐在那儿就有他那一半的爱，还有我爸100%的偏爱，这一半加100%和我的那一半，这叫公平。我没想到过这些。既然怎么做都不能得到另一半的爱，那我就顺水推舟，我要托举自己的未来。蒋琳，你最近复读的状态太紧了，连饭都吃得很快，压力太大容易崩溃。老师，我不觉得累。你是个有天赋的孩子，但身体……老师，我可以的。妈，我想吃你做的红烧肉了。我也想吃红烧肉，可我以前每次吃都会被说玲玲懂事，不爱吃肥的。蒋琳，你没有退路，你只能靠自己。阿姨，再加一份牛肉，多浇点汁。真好，终于不用像之前一样饭都吃不饱。琳琳，妈刚下班，柜台那个主管今天又克扣我提成，妈嗓子冒烟了。提成发了吗？发了，刚转给你3000。琳琳，你就不问问妈累不累？妈今天发烧了，还站了12个小时。累？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之前呢？我永远记得你拿着2500的工资，眼都不眨就给顾家杯买1000块球鞋的时候。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铁石心肠啊？我辛辛苦苦赚的钱啊！说好了一碗水端平，那就说到做到。明天我要买英语听力磁带，别让我回家拿。别怪我，我也没办法。天呐，蒋琳，你看这新闻，有个女生被家里压榨，直接发律师函断绝来往了，评论区都在说她好飒，这就是脱离苦海啊！哥，大学生生活滋润吗？
顾婷又给你买什么好东西了？蒋林，你居然有空关心我，带我去挑了台电脑，3万多，怎么羡慕不？我问你，妈最近有没有找过你？没有，她每天在商场，哪有时间找我？蒋林，冷静下来，不要想这些。我给你机会，如果你真的能守住那份公平，我也许真的会心疼你。但如果你敢背叛我，佳明，这钱你拿着，妈这月提成多。真是可笑啊，蒋林。公平，这就是你跟我说的公平。琳琳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佳明在省城开销大，他还要考研社交。他开销大，那我呢？妈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只要我不回家就无所谓？为什么不能心疼我？心疼吗，蒋林？疼就对了，只有疼，你才会保持清醒。老板，2个肉包子，1杯豆浆，5块5。姑娘，你又来啦？真好，现在能天天吃包子，以前为了省钱只能喝白粥。这解析都被人划烂了，根本看不清，又要去办公室蹭老师的看。我说了，离我远点儿。蒋林，你赶紧回来一趟，出大事了！你再不回来，家都要拆了。叫我回来干什么？琳琳，你快劝劝你爸，顾婷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琳琳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，你什么都不给她留吗？哼，她不是很有本事吗？她还需要我吗？那是咱们家的全部啊！那间铺子1个月租金好几千，你居然1分钱都不留给琳琳，她以后怎么办？蒋林，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是深思熟虑考虑过的。这些年，我也压根没指望你对我有什么感情。你这些天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了一切。不好意思，我只是一个生意人。那是被你逼的。如果你当初一碗水端平，他会这样吗？一碗水端平，那是你自以为是，是你给他选择的姓蒋。他要是从小就跟我姓顾，在我面前长大，我自然会将这些东西平分。可他不是啊！你既然选择了让他跟着你姓蒋，就该想到有这一天。琳琳，爸这也是为了家里的传承。你笑什么？好啊，做得好啊！爸，你说的对，真的，你说的太对了。你确实是个逻辑满分的生意人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真是我的好爸爸。蒋玲，你也成年了，该明白这个世界很公平。他在我改姓的那天就认清了，而我却到现在才懂。顾婷，这房子是当年咱们结婚时我娘家也出了力的，这铺子是我陪着你一家家跑业务攒下来的，凭什么没有我们的份儿？妈，看清楚了吗？你这些年的付出，什么也换不来。佳明，你是妈最疼的孩子，为了你妹妹的未来，你能不能分一点点给你妹妹，哪怕只是商铺的一点点租金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这是爸给我的，就是我的。
妈知道是你的，可你妹妹什么都没有啊！那间商铺1个月的租金就有好几千，你匀出哪怕1000块给你妹妹当生活费也好啊！妈，做人要讲道理。你现在每个月的工资提成1分不剩，全都给了奖励。爸看在眼里，心疼我没钱花，才把他的资产都给了我。你看，这难道不是你一直追求的公平吗？你管他，爸管我，这一碗水才算彻底端平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管这叫公平？她是你亲妹妹，她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保障，你就守着这么多家产，一点都不肯帮她。妈，是你教我的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你有那么多东西了，房产、商铺，还有存款，你就不能分一点给你妹妹吗？就一点点。我有多少那是我的本事，跟她有什么关系？妈，你清醒点吧，以后养老还是得靠我。妈，听见了吗？他学得真好，把你那一套公平理论发挥到了极致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佳明，说好了，这就是咱们顾家的根儿，以后谁也别想从你手里抠走1分钱，谁也别想。老顾，这房现在是佳明的了，那我呢？只要你安分守己，别再听蒋林挑唆，只要你不闹，这家里总有你一张床位。妈，你放心，只要你以后别再偏心蒋林，别再背着我给他塞钱，我肯定让你在这儿住下去。你会不会弄啊？指甲划到我脚踝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太太是我粗心了。蒋姐，这单要是跑了，你这个月奖金就没了。跑不了，肯定跑不了。蒋姐，你最近怎么了？以前让你加个班，你都推3阻4，现在都抢着干。什么都没有的女人，再不攒点钱，睡觉的地方都没有。琳琳，你看，妈这个月拿了销冠，提成翻了1倍多。你怎么了？你爸把房子给了佳明，佳明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租客。琳琳，妈现在谁也靠不住了。妈，你这个月发这么多，正好，我想换个新款手机。那是给你妹妹攒的大学学费。佳明，你爸给你的商铺租金呢？妈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哥，妈这是醒悟了。妈，既然你现在能赚这么多，以后每月的生活费……琳琳，妈还得留点钱买药，还得吃饭。如果你现在心疼这点钱，等我考上大学走远了，你猜顾佳明会怎么做？好，只要你能顺利考上大学，妈再累也认了。他终于意识到，他那个一碗水端平的梦碎了。既然被顾婷和顾佳明的自私刺穿了，他只能像溺水的人一样，死死抓住我这块他原本想舍弃的浮木。大早上的折腾什么？去卖衣服，赚我自己的钱。蒋姐，那边地还没拖呢，你要是想拿那份提成，就得多干活。好，好，我这就去。妈，蒋姐，你干什么呢？别在这儿丢人现眼，冲撞了客人，你负责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这就拖干净。心疼吗，蒋林？心疼的快要死掉了。可我不能。他会觉得这种的日子是有盼头的，他就会继续为了那点可怜的温情去受罪。琳琳，你买的？商场搞活动送的，别浪费。琳琳，妈不累，妈能挣钱，妈肯定供你上大学。知道了，明天记得早起去理货，别迟到了。在这里，如果不把自己练成金子，就只能被潮湿的外套一点点捂烂在泥里。宝贝儿加油，考完妈给你做大餐。终于到这一天了，没有人送考，挺好。
我的未来，我来了。每一道题都是我通往美好未来的台阶，加油，蒋琳！查个分而已，至于全家坐在这儿吗？考得好也别得意，能考上回老家当会计就行，省得天天折腾。638，比去年高了整整80分。638，琳琳，你能上211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琳琳！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我要学自己喜欢的专业，走自己的路。怎么可能？我的大学生活，我来了！大学4年，我努力学习，不停进步，沉浸在这段平和的生活里，取得了许多优异成绩，也解决了自己的心理问题。妈，你来啦！琳琳，你哥和你爸没时间。妈，看镜头。谢谢蒋医生。毕业后，我成为了一名心理医生。曾经，我想有人为我撑一把伞，现在，我想成为那个撑伞的人。